这个或许可以一试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！有了这法宝保驾护航，主子定能顺利结营。主子，这是要去灭了那个小娘子吗？您放我去就行。聒噪。结营在即，稳妥起见，我要去买些足进饭的材料。店家，这个我要了。哎呀，都有眼光真好。哎呀，他这明显是要有动作呀！主子先下手为强啊！您快派我去吞了他。不急，我倒想看看，这麒麟城内有没有人可以破解我的禁制。主子可是进山领悟者，这破烂小城里定是无人能破的。道友，灵符丹药看一下。有着蛟龙骨做阵眼，阵法一旦开启，结丹期可困住数日，有利于疗伤恢复。龙髓是至宝，可用于增强灵力。我便自作主张加工了一下，以备师兄不时之需。200年过去，不知他如今在何处。前辈，紫皮可是在蛟龙刚刚死后不久便被生扒下来的。那芭蕉皮的修士，在200年前的修魔海外围，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筑基修士，在结丹修士的追杀下，居然突破了。进入结丹期后，还一路斩杀了所有追击之人，甚至逼得那位结丹中期修士用出了万魔百日诛杀令。把单子上的东西给我包起来。好嘞。前辈，当真能化解晚辈体内禁制。上来吧，我可以为你化解禁制，但你要告诉我，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？这里虽然看似平静，但那斗邪派弟子既然说这里为3大险地之一，定然有其危险之处。这是蛟龙。
还要高出几分。是我的了。说好的3天，这都10天过去了。开阵。以他的骨头来布置9离尸骨阵，够不够用？有着蛟龙骨做阵眼，阵法一旦开启，结丹期可困住数日，即便是元婴期也可阻拦1、2。这阵法已经不能叫做9离尸骨阵，应该叫9离龙蛟阵。等等，这是蛟丹和龙髓。蛟丹是天然丹药，有利于疗伤恢复；龙髓是至宝，可用于增强灵力。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虽然无法和尸骨内的地阴4品相比，但修炼黄泉圣窍诀的邯郸却是足够了。现在可以着手准备结丹了。邯郸一成，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我出去一趟。师兄，等一下。修魔海内危险重重，这蛟龙皮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，我便自作主张加工了一下，以备师兄不时之需。师兄如果觉得我有别的心思，大可投入洞府之外，用来加强法阵。一件够了，那件你留着。
小莲子，祖窍、气海、丹田分别有一个寒丹，这黄泉生窍诀3丹合一，3丹合一后，有一定的几率可以突破至结丹期，形成真正的金丹。仍然无法让3丹合一，只等磨耗。主人啊，主人，平时只有你召唤我才能出现，现在你陷入昏迷，看来我恢复自由的时机终于到了。从这一刻起，王某将是元婴期下第一人。若尔等没有隐藏修为，那么就可以死了。这天杀的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我还是小看了3丹合一的难度，这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寒丹融合时产生的寒气。不知其他修炼此诀的修士都是如何做到的。我一直都在护法，没有半点松懈啊！进去。哦。最近他每天都在闭关，可结丹期恐怕没那么好度过。火焚国几千年来最快结丹的修士，结丹还用了30年。你练功到了瓶颈，修炼死咒术的人需要采集女子元液。若是他，我只答应为你炼丹。若是我死也不会从命。这蛟龙头骨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蛟龙一身是毒，这骨头变成紫色，不足为奇。这蛟龙体内蕴含剧毒，自身为什么不受影响？这蛟龙生前体内都是毒素，血肉、骨头、五脏六腑，甚至连唾液都蕴含剧毒。自然不会受其影响。体内都是毒素，既然我的身体无法承受寒气，那么就让身体完完全全变成寒气。如此一来，自然可以承受。我结丹之日，定是送你回洛河门之时。前13股堆满了灵兽尸骨，唯独这14股空无一物，只有这仿佛连灵魂都能冻结的阴寒之气。现在最多只能下沉到这里，若再往下，不仅是身体，即便是灵魂、神识，都会被瞬间冰冻。3丹不融合，使不出国。春去秋来，火焚国的火兽之灾最终被四级修真国彻底化解，而火焚盟与宣武国的战斗一直在持续。渐渐的，火焚盟站稳了脚步，在双方互相妥协后，最终稳定了下来。而对于正在一心修炼的亡灵来说，
他所修炼的黄泉生窍诀，因为天命珠的原因，再加上产生了极境，他所经历的难度可以说前所未有。真正的结案只差最后的2记冲击。不过这最后的冲击，我并不是神阿九了。一旦失败，丹佩会立刻废掉，只能从头再来。是寒气。难道这冰焰就是黄泉生窍诀的精髓？黄泉之炎。没想到14股的灵兽尸骨居然在地底深处，如此多的灵兽头骨，若能炼制成炼气术最重要的反应炉，岂不是能将它飞剑升级？这反应炉的制作难度远超想象。我就不相信，这么多灵兽兽骨能炼出一个反应炉。就此，可惜这是一个9品反应炉，费了这么大力气，居然还是没炼出顶级的10品反应炉。罢了，也只能用它了。黄林并不知道，即使是战神殿炼气殿的殿主，也仅仅只有一个6品反应炉罢了。他用着难得的9品反应炉炼气，将事半功倍。去吧。
空血楚国先生。你把它吞了，我以后住哪儿啊？进去。离我的心声只差最后的天理丹了。此处便是修魔海内998城之一的南岛城。如今这里被诸天教、灭魂门以及天一道教3派联合执掌。想要什么？别急了，什么都有。这是什么宝物啊？这是个防御手镯，叫雾生花，法术效果如梦如幻，女修们非常喜欢。我炼气宗的秘术探查修为不应有失啊，但这人怎的呼的是结丹气，呼的又是筑基期大圆满？哎，请问前辈需要什么？贵哥可有炼丹炉出售？前辈，放眼这南斗城，若说炼丹炉，恐怕只有我这炼气宗一家有售，还请随我上2楼。请，您再考虑考虑。咱们现在买2送1，有优惠啊！如果还不满意的话，看看这个。管事，这个情况，炼气阁分3层，第1层的火气是凝气气，第2层竟是筑基期大圆满了。那么楼上的第3层，岂不是有结丹气坐镇？道友，这是以修魔海深处的青钢岩与玄武晶融合，炼制了7期49月的清玄丹炉，品质是3品。李木婉曾说，这炉子唯有达到4品以上，才能确保天理丹不会出现太大的变故。想必道友是要炼制珍品丹药。这是以修魔海内的99支下品灵兽内丹融合在一起炼制而出的百兽灵炉，以它炼制丹药会有很大的几率吸纳灵兽丹气。这丹炉竟在封印的状态下还能渗出灵气，若是打开封印，恐怕灵气立刻就会冲天2级。这百兽灵炉品质已然达到了5品，此前斗邪派亦看中此炉，只是他们一时银钱周转不过来，一直未曾前来交钱取货。什么价？上品灵石10万块，或者你也可以拿出差不多价格的法宝。这丹炉确实贵到了极点，难怪斗邪派也一时凑不出钱来取。道友，不如你换一个。之前那个清玄丹炉，价格才1万块上品灵石，同样也能炼成不少灵丹啊。蛟龙皮甲，哎呀，是中品灵兽蛟龙之皮甲。这种东西你有多少？多少能换？如果体长1000丈以上，1整张可换。哎呀！这百兽灵炉可算是脱手了，都怪那斗邪派，没钱买还到处说他们预定了，搞得全城都没人敢来买。这人既然拿得出这样的蛟龙皮，
想来也是能守住那宝炉的吧？这蛟龙皮幻物定会引人注目，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。若是拿出那灵气液体，恐怕后患更深。刚在2楼时，就一直有人暗中窥探，除了我留下神识的那个，对方还有3个祭坛修士同行。长老，换那百兽灵炉的筑基修士刚刚出城。雕虫小技。刺激的威力开始了！交出炼体阁内购买的法宝，否则这是什么飞剑？若不是我刚躲得快，没有此种要害，恐怕今日就要送命于此。这样锋利的飞剑世间极少，这小子身上必定有更多的宝贝。若只是1个祭坛修士，我也有一拼之力。可是3个祭坛修士，麻烦了。从这一刻起，王某将是元婴旗下第1人。若尔等没有隐藏修为，那么就可以死了。大荒流。这一路看破无尽岁月，只为看你轮廓。你坠落盘中那个结局，是谁定下的我？天擦去你的脉络，是执念指引我。这一路残破岁月净化，真与假的迷惑，置身于浑浊，若无初心，怎能分清对错？看众生